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老王。今天我们来讲一讲 Confluence 工具栏的使用。喜欢我的朋友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给视频点赞，谢谢啦。本视频录制的时候呢，有一些公司的信息，所以我做了一些遮挡，请大家不要介意。首先，编辑 Confluence 文档的时候呢，你需要一个 page 的 title。那么这个名称呢，是由你自己可以定的，你可以加一些符号什么的都是 OK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到那个就是主体部分，你可以改各种的那个字体都是可以的。它主要提供了就是大概可能加起来7、8种，局限性就是你不可以改到其他的字体。不过我觉得 OK 也是够用的。那么在写文档的时候呢，你可以设不同级的标题，可以让你的那个文章更加结构化，然后更容易让人读懂。这个只是最基本的这个结构化的一些字体功能。Confluence 本身呢，还有其他很强大的就是让结构化的功能，我们之后会讲到。然后呢，我们这里就是展示了一下段落上这些字体，它可以加下划线啊，然后它可以加粗啊，然后它也可以改变颜色。这样的话呢，就很像那个微软的 Word 文档，你可以做一些改变，这也是一种结构化你的文章，然后调整你的字体，各种都可以。你甚至有的时候呢，还可以把这个字体给划掉。它的好处就是说，你们可能做了一些方案，做了一些决策的时候呢，之后做了一些改动，那么你实际上是想保留之前的这样的改动的痕迹，那你这个很方便的一点就是你把这些字中间划线划掉，但是还是留在这个页面上。我们经常在工作里头都会用的，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来保留历史。当然 Confluence 本身呢也会对你的所有的页面修改历史作为保存。这个的话呢，你在那个页面属性里头可以找到，这里我就不介绍了。那么我们继续来讨论工具栏的使用。这个地方呢，你可以看到字体是可以进行缩进的，也是为了让文章或是让你的资料内容更结构化。我觉得这个缩进还是帮助蛮大的，但是你不能随意的选择那个缩进的符号，也就是说，就是能用点和数字表示，这也是 Confluence 简洁化的一个标志。我觉得还是蛮实用的，这样的话会防止你的文档做得太五彩斑斓。那么这个地方我在演示的呢，就是一个关于任务的处理。你可以点击那个打勾的那个button，那么你就会可以选择放出来一个任务，甚至你还可以加入日期，就是说什么时候你这个任务会要完成。你还可以就是某个人，那么他就会收到一个消息提醒说有这个任务，这个是相当好的，因为在之后的话，你如果是这个任务完成，你是不需要再修改页面，直接打勾就可以做到这一点，非常的实用。我们再看到工具栏这个地方，你可以把你的段落放在中间，你可以靠右靠左，跟我的非常相似。好，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看到了你是可以加块的，加区域。英文这个地方是叫 add section。那么呢，你可能在一篇文章里头呢，需要讲到几个不同的方向。那么这个分块分区呢，就是帮助这个修改的人，他把自己要讲的东西给分开。你看这个预览其实是看不到那个块的那个虚线的，这个虚线完全就是在你修改的时候呢，帮助你把这些东西区分开。当然，它也涉及到一个关于格式的效果，它比如说可以在一行分出2栏。OK， 我们继续看，这里这个按钮呢是上传文件，你可以直接把文件呢上传到这个 Confluence 页面，或者是呢你直接把超链接放进来，都是可以显示的。我们再往后面走，你看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你可以加入你的超链接链接。那么你的超链接呢，可以是 Confluence page 本身的，也可以是外部的链接，都 OK。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
当你链接成功之后，在编辑页面的话，字体会变成蓝色，而且你可以选择到那个页面去，或者是你把链接取消，这个都 OK， 也可以做再次修改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表格。这个工具栏上你可以添加表格。那么表格呢，它就是一个简单的模式，它并没有像 Excel 那么的强大，但是呢，它也可以完成一些基本的功能。我要说的就是 Confluence 本身也是有关于包括 Excel、PowerPoint 在内的一些单独的 Markup。那么这些 Markup 呢，就可以在 Confluence Page 上显示 Excel 的预览。之后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，下次我们可以讲到这一点。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表格这个地方呢，你可以做很多修改，比如说合并呢，或删除，都是可以的。这些基本的功能都有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就是你看它这里有，比如说我先加一行，那就加一行，可以加很多行，没有限制，也可以马上减一行，这个都可以。然后呢，它的这个列呢，你都可以进行类似的修改，也可以删除和增加。好，还有一些类似的操作，比如说这个地方你可以再加复制一行，或者复制一列，都可以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可以修改表的抬头，比如说抬头你需要不同的颜色，你可以弄成横向的、纵向的都 OK。其他的话呢，就还可以加一些就是关于这个表的这个过滤器。比如说你这个地方可以修改你的过滤器，比如说你想选择一个列的过滤器，或是行的过滤器，都是 OK 的。然后这个过滤器本身呢，它其实是算一个 Markup。我刚才点击的是一个预览，预览的话呢，你就可以看到刚才它是可以看整个 page 的效果的，这个就非常的好，你可以知道你的这个 page 做出来是什么样子。毕竟在编辑页面和最后的页面还是有一定差异性的。那么最后呢，我想提到就是这个有个加号，加号这里呢，它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小功能，你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，都是非常简单的。OK，今天的 Confluence 分享就到这里，喜欢我的请订阅我的频道，谢谢支持，再见。